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之前做了一期视频向大家介绍，我是如何只花了3.9万人民币就移居到了日本。很多小伙伴看到这个视频之后，就对这方面内容非常感兴趣，后台留言也一度要爆了。关于如何只花3.9万人民币就移居到日本的方法，我之前的视频也已经介绍得非常清楚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，观看之前的视频内容。看了大家的留言，其实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通过我自己实践的方法，也就是通过语言学校达到移居日本的目的，靠谱吗？会不会踩雷呢？要如何选择语言学校呢？我自己适合走语言学校留学的路子吗？如果说到了日本，后期还需要花多少钱？通过语言学校能不能在日本留下来呢？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聊聊这些问题，希望能够帮到大家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聊一聊语言学校是什么，靠谱吗？语言学校它顾名思义就是教授语言的学校，在日本就是教授日语的学校。大家可能会出于不同的目的来学习日语，比如说有的小伙伴可能要去日本留学，日本的大学都是日语授课，如果我不会日语的话，肯定是没有办法上课的。还有的小伙伴可能在日本有生意业务的往来，会日语会更加便利的交流。还有的小伙伴可能就会出于对日本文化的兴趣，才会想去学习日语。虽然国内也有很多的语言学校，但这些学校一般都是中国人的老师。资质好一点的学校可能会有几个日本人的老师，教授的内容它一般也会偏向于日语考级的内容，而不是口语。那么有时间的小伙伴，为什么我不直接来到日本学习日语呢？当然我相信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绝大多数并不是纯粹的为了学习日语，而是因为读日本语言学校可以拿到1到2年的日本长期滞留签证。在我看来，读语言学校只是一块敲门砖，有了日本签证就可以来到日本生活了。在语言学校学习的时候，可以进一步规划自己在日本的留下来的方法。如果说要长期滞留日本的小伙伴，留学签证可能说是最经济、最快速、成功率最高的方法了。我是在2022年10月份开始准备申请语言学校的，本来是没有这么着急出来的，但是因为国内当时的疫情风控非常的严重，每天生活都提心吊胆的，虽然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但还是匆匆忙忙的申请了。我申请的是2023年10月份入学的。2023年3月份我开始准备资料，正式办理其实是在2023年的5月份开始的，所以说想要申请的小伙伴至少要提前半年行动。申请的资料其实也还是比较简单的，护照、户口本、国内学校的毕业证书、在职证明、收入证明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申请表格，我这边都是留学的中介帮我去填好的。还有一点是很多小伙伴觉得很困难的，那就是要有20万人民币的存款证明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20万很简单呀，连20万人民币存款都没有的人去日本干嘛呀？但现实是，没有20万人民币现金存款的小伙伴真的很多。能看到我这个视频的小伙伴，相信都是在绞尽脑汁想要出去的人。大富大贵的人出去的方法有很多，用金钱、用权力能够搞定很多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。而像我们普通人只能多动脑子，多花时间，多了解，多对比不同的路子，希望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最经济的方法。之前的视频也和大家算过这笔账。走语言学校留学路子的话，我这边前期所有的花费只有3.9万人民币。有的小伙伴留言说我是骗子，买机票不要钱嘛，到日本租房子吃饭不要钱嘛，怎么可能只花3.9万人民币？这个留言是把我看笑了。就算不走语言学校，你走其他1万种路子，难道就不需要买机票，不需要吃饭，不需要租房子了吗？这些都是固定的支出，是怎么省也省不掉的花费。所以说算成本的话，加上这些其实并不合理。我们要对比的是弹性支出，是那些可以省掉的钱。比如说有技能的小伙伴可以走工作签证，不需要其他额外的支出就可以了。而且只要有日本公司愿意给你发签证，基本上都是100%可以到日本去的。另外比如说有钱的小伙伴可以走经营管理签证，注册日本公司需要500万日元，合计人民币25万左右，再加上签证中介的手续费，七七八八最少也要30万人民币起步。这还不算日本公司的运营费用。重要的是经营管理签证通过率的问题。
在网上找到的资料显示，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的通过率大概是在80%左右。即使通过了，我们还要面临续签的问题。如果说没有公司运营的经验，日本公司持续亏损的话，那么钱亏完了，也就不得不回国了。所以说没有技能、家底不厚的小伙伴，留学签证是目前我觉得最经济的方法之一。而且留学签证的通过率很高，像我这次通过留学中介申请的，我们这一批通过率是100%。那么拿到留学签证之后，我们能留在日本吗？当然我现在不能说100%能留在日本，但是通过留学签证来到日本之后，能留在日本的方法是很多的。第一条路子是语言学校毕业之后可以直接找工作上班。首先语言学校会介绍大家兼职工作。我目前来日本只有1个多月，但是班上的很多同学日语还不会说，就已经找到了兼职的工作。只要在学校好好学习，日语能考到 N3 的水平，毕业之后基本上都能找到工作。在语言学校毕业后找工作没有岗位性质的限制，各行各业都可以。有工作了之后就可以变更为技术、人文知识、国际业务的签证。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语言学校毕业找工作必须要有全日制大专以上的学历才可以，函授、网校都是不可以的。那么说，如果说没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话，还可以走第二条路子，考虑语言学校毕业之后去读日本的专门学校。专门学校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职业培训学校，学制一般是2到3年，学费和语言学校差不多，一般是1年3到5万之间。即使说没有大专以上的学历，专门学校毕业了之后也可以在日本去找工作。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，只能找专业对口的工作。比如说我是学护理的，那么我只能去找护理相关的工作，不然签证是无法获批的。第三条路子是语言学校毕业了之后，在日本去开公司，变更签证为经营管理签证。有小伙伴会说，我在国内就可以直接申请经营管理签证，那么为什么我要跑到日本读完语言学校再去申请呢？这不是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吗？人在日本境内申请注册公司是非常简单的，不存在不通过的问题。我们只需要找一个行政书士帮我们做资料注册公司就可以了。公司注册好了，行政书士也会帮我们去申请经营管理签证，不需要交所谓的签证中介费。而人在中国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我们必须通过签证中介办理，隔着一层关系，我们对日本公司注册的正常流程和费用，始终会处于一种不了解、不清楚的状态。其次，签证中介往往还会搭售一些自己的投资项目，这些项目的好坏，说实在话，人不在日本其实是无法判断的。还有就是费用方面，中介费、行政书士费都要有的，而且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要比在日本本土贵上很多，不然中介是怎么赚钱的呢？当然并不是说中介不好，如果说我语言不通，没有渠道，也不知道方法，也不愿意花时间自己去研究，那我肯定是要去找中介的。我们得到了服务，当然也要让对方去赚钱。最后还要补充一点，在日本读语言学校的时候是不能去工作的，只能去兼职，而且每周不能超过28个小时。按照日本最低的工资标准兼职的话，1个月差不多可以赚5000到6000人民币。如果说没有一点积蓄，只靠兼职收入的话，那生活还是会比较辛苦的。其次，读语言学校是不可以带家属的。如果说有家人的话，可以考虑一起申请语言学校，或者干脆等毕业找到工作之后，拿到工作签证的话，就可以带家属了。以上就是我在选择去日本读语言学校的时候考虑的一些问题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说大家有其他的问题，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，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。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点开小铃铛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